来到襄阳呢，襄阳人的早上啊，先从一碗牛肉面开始。咱尝这家余家面馆，人挺多一大堆。什么柜子在哪儿？在上面啊。在这儿排队。辣椒是吗？辣椒吧。三粒儿。3粒儿。3粒儿是吧？嗯。多说点。多说点啊。来。看看这个价目表啊，这面还挺多的。咱吃一个牛肉和牛杂的双拼大碗16，再来一个自酿黄酒，大碗的黄酒。好。啊，大碗黄酒2块是吧？加大碗啊。行，再给我来个大碗面。好。这一锅油啊，看着跟火锅一样。对。哎呦，啊，还有豆腐泡。对，来点豆腐。豆腐。把这我带上，带点儿1份。好嘞，好嘞。大碗黄酒，黄酒在哪呢？黄酒在外边，在外边。倒。好嘞。来大碗酒。哎呦。哦，在这儿还要加葱花。哎呀，烫死了。豆腐，你这个是豆腐海带是吧？豆腐海带。啊，我看当地人吃豆腐海带比较多。这个葱花一定来2勺子。哇，太棒了！这碗面，这是黄酒是吧？哎，这黄酒咋是白的？糯米酿的。哦，糯米酿的。这看着是白酒，但是微微的、淡淡的黄。这么大一碗2块钱，哎呦！早上不仅吃这么辣的面，这么油的面啊，还要喝酒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这当地人。这个面啊，看着就有食欲，这么多的葱花，然后这个呢是豆腐、豆泡、牛肉，还有牛杂。我这个是双拼的，这个是牛肠。你看人家这牛肉16块钱，哎呀，你给了多少片？这么多。有的朋友又要提啊，兰州牛肉面，这确实比兰州牛肉面肉要多了。然后底下就是这个面条。这个面条呢，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店家，其实呢，它和热干面啊差不多，都是碱面，而且是熟的，稍微烫一下就可以。但这个呢，比热干面要细，你看没？特别细的面。先给它拌匀啊，把这个葱花拌下去。哇，看这个红油，一股这种辣子的香味儿，然后就是牛油的香味儿，上面一层厚厚的牛油。底味呢有点像重庆的小面，但是上面这个油呢又有点像重庆火锅。一喝这个汤，这个味道又感觉像兰州牛肉面，这3合1的味道。
太棒了，确实是襄阳的特色，其他地方没有，属于又麻又辣又鲜的这个味道。你看底下还有点豆芽，这豆芽呢吃起来是脆脆的。这个油特别的香，蘸点这个油。来一口纯肉纯杂的，哦。当地吃面呢要配这个蒜，你别看这个蒜啊，感觉很小，但是呢就是要吃这种干蒜。我吃了几家了，每家都是这样的蒜。这个面呢，除了叫牛肉面，还有2个名字，一个是牛油面，因为上面这个牛油很多，还叫窝子面，就煮面的时候，在这个篓篓里头，这窝子里头煮。这面确实不简单啊！你看起来就满满的江湖气。本来呢，咱吃这个兰州牛肉面啊，是西北的风格，感觉挺豪放、挺粗犷。那来到襄阳呢，一比啊，哎，反而显得这兰州牛肉面呢大家闺秀，就比较秀气。这个面太豪放了，这个做法，这就是江湖气啊！为啥这襄阳这古代的时候是战争不断是吧？兵家必争之地，这吃面都不一样。蒜真小，果然啊，吃面要吃蒜。吃着吃着就想喝口汤，但你看这个汤，好家伙，这油，这得亏是夏天啊，冬天吃啊，一呼一嘴油，跟涂了唇膏一样。当地吃面为啥配这个黄酒呢？一个是啊，这儿就是喝黄酒啊，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古代的遗风流传下来。还有呢，就是可以解腻。最主要的是啊，这个酒啊，它度数不高，不是咱理解意义上的什么绍兴黄酒啊。这个看起来啊，就跟米酒是一样的，拿糯米做的，2、3度。虽然2、3度，但是这个酒味还蛮大的。哎呀，确实是有酒味儿，我以为就是醪糟啊，或者是就是稠酒、米酒那种感觉啊，这个酒味还确实不小。一股甜味儿，一股这种苦涩味儿。就这家店啊，别看这破破烂烂的这种苍蝇馆子的环境啊，当地的这个黄酒啊，他家做的是相当的地道。那有的人啊，一早来不吃面，就光喝这个黄酒。早上喝这个，开车也没事，只要别多喝，来这么一碗没问题。小孩、老人都能喝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哎，我就想，这襄阳人是吧？一早上，整个襄阳城一半的人全是酒后上学、酒后上班。上面还有层浮沫。哇！我现在来到了襄阳古城的城墙。这个襄阳古城呢是2000多年的历史啊。站在城墙上一看，哎，这就是汉江。这个汉江呢是长江最大的支流，这个风景特别的漂亮。这个襄阳古城墙，你从空中往下看，这个形状特别有意思，像一个长方形。这4面呢是环水，有一面就是汉江，然后另外3面是人工开凿的护城河，而且这个宽度呢是非常的宽，可以说是易守难攻，固若金汤。襄阳这座城市呢，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疯狂的刷存在感，很有名。咱从2方面来讲啊，分为一文还有一武。这一文呢，大家唐诗都知道，全唐诗5万首，那其中呢3000多首啊，都和襄阳有关系。那你能想到这些大诗人，什么王维、李白、白居易、孟浩然、杜甫啊，都来过襄阳，都写过关于襄阳的诗。咱就说一个比较有名的，孟浩然的《春晓》。这个
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就写的是襄阳的一处美景。那还有呢，就是金庸的武侠世界，是吧？襄阳发生了很多故事，郭靖、黄蓉守襄阳很有名。再说到这个武呢就厉害了，这自古打仗好像很多战争啊都和襄阳有关系。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为啥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交通要道，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呢都很重要啊。兵家必争之地，让我一想啊，这样的地方一般呢就有很多美食。为啥呢？你想这打来打去，这不就是为了一口好饭？来到襄阳呢，一定要尝尝本地菜。我发现啊，当地人吃饭啊就不爱去大馆子，全找着苍蝇小馆。你看这附近啊，老的居民区有很多苍蝇菜馆，咱就吃这家张望家常菜，也是30多年老店。这会儿可以吃吗？可以是吧？这种小馆子就给你个菜单，给你个纸笔，然后自己写。你看这个标五角星的，就他家的特色菜：襄阳烧杂烩、京酱肉丝、火爆双脆，还有干炒鱼杂、家常小炒、色菜啊，随便吃点，随便吃点啊。好，4道菜上齐，色香味俱全了。先尝尝这个，这个呢是他家一个招牌啊，叫襄阳烧杂烩。这是炸的丸子，这个是酥肉，然后一锅烩，底下还有粉条。这个菜呢，在襄阳来讲是个老菜啊，一般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。为啥呢？就这个圆子团团圆圆，这个寓意比较好。说是杂烩啊，其实主要就烩这2种食材。先尝这个酥肉，外面这个皮吸了这汤汁，非常的香。里头呢是炸的猪肉，它这个猪肉吃起来啊，刚炸出来肯定是脆的，现在一加汤，吃起来就有点咬头，就是皮皮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外面这个汤很香很香，蘸着汤。再尝这个丸子是猪肉丸子，里头加了葱和姜。哇，我爱吃这个丸子，含肉量很高。它这个味道有点像蒸菜，就是蒸小酥肉或者是蒸丸子那个感觉。这个汤呢就是高汤，还有粉丝。一般这个菜呢有这个形式之外，还有火锅的形式，可以吃火锅。再尝这个京酱肉丝，这个京酱肉丝呢，人家是卷饼的，它是卷豆皮儿，然后这个呢是黄瓜，然后还有葱。哇，这个肉丝啊，看着很棒，全是瘦肉，酱香味非常浓郁，来点葱，这么一卷，哎呦，这料太多了。它这个京酱肉丝啊，里头微微带点酸味儿，酱香味和酸味儿。你看襄阳的本土菜呢，就是一个融合菜啊，就像它这个地理位置一样，在中心上，是全国的中心。比如说这个北京菜，这个呢看着像湘菜、川菜或者是重庆菜，是吧？也能吃辣，这人确实是能吃辣，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啊，离江西、重庆、什么湖南啊，还有四川啊，都不是很远。
都比较近，也能吃辣，真的是能吃辣。你看这个辣椒，肯定是从那儿才出来啊。本地有很多受欢迎的这些老店啊，都是重庆菜或者是川菜。你看我对面就有个老店啊，是四川名小吃，当地也是几十年老店。这当地人的口味啊，就接近那边。你看这个油，有一点这种川湘菜的感觉啊，这种精髓。这个菜呢叫爆炒双脆，是鸭胗还有腰花。鸭胗吃起来脆脆的，非常的入味。因为它炒的时间很短，腰花也是脆的，没有一点腥味儿。老师，这个菜一吃啊，就是下饭菜，立马开胃了。你看当地很多这种小馆子啊，都不给你碗，就是个纸盒盒。这个纸盒盒一看让我想到了武汉热干面。还有的当地很多面馆啊，也是拿着纸盒盒给你盛，这当地特色。拌点菜进去，这些辣椒呀、蒜头啊都是可以吃的，里头还有泡椒，你看。还是要配米饭，油脂还有菜还有肉还有米饭混到一块儿，哇，你就看香不香。这个炒鱼杂呢是鱼籽，然后还有鱼泡，切的非常的碎，这个鱼泡吃起来太香了。本身这个鱼籽就很香，加上这个油一炒，干香辣。襄阳人真有意思，早上一碗牛肉面，晚上呢一锅牛杂锅，这个就是牛杂火锅，而且呢还可以涮面条，这面呢也是碱面。哎呀，这襄阳人啊，真是和面杠上了，和牛杠上了。你看这个大葱段，像不像早上牛肉面上面的葱花？然后里头有牛肉，有牛杂，再看这个红油，关键是啊，这个味道我觉得也和牛肉面差不多。再配上这个面往里头一放，满满的全部都是牛杂。但是人家这个牛肉啊，可是牛排，全部在底下呢。这不是牛肉块，也不是牛肉片儿，都是这样大大的牛排。哇，真是神仙颜值啊，冒着热气，中间一个牛骨，两边全是肉，这精排啊！太香了，炖入了味儿了。一看这个颜色，所有汤汁的味道全部入进去，没有牛肉面辣，但是呢，调料味更重一点，有略微一点点的，就那类似于中药味那个感觉。
哇，看这块牛肉还有牛筋儿。哇，这个牛杂火锅，就是说你来到襄阳旅游，早上吃牛肉面呢没吃够，晚上呢再来这么一锅，绝对满足。啥没吃够呢？不是面啊，就是肉啊、杂呀。人家这个杂啊是纯杂，你看还有一些肺、牛肠、牛筋儿、牛肚，什么都有。看这个牛筋儿的品质，当当当的感觉，软烂弹牙。弹牙的同时呢，它不失软烂，夹出来亮的。就是这个环境，你就别多求了。路边一坐，来来往往的这电动车、摩托车，哔哔哔哔的，还有喧嚣的这些人，嘈杂的声音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这一条街啊，全是他们家的丁老五。哎呀，把生意做这么大规模，厉害厉害！还有葱。哇，一定要吃里边这个葱，棒棒棒！看这个面条，蘸上这个红油的汤汁，火锅咱就得涮菜，这两个菜啊是随这个锅附赠的，你还可以点各种各样的菜，就跟吃火锅是一样的。我现在来到襄阳南章县的水镜庄，这个水镜庄呢是水镜先生司马衡的隐居之地。水镜先生司马衡大家一听可能比较陌生啊，我提一下他的徒弟，你肯定认识，就是诸葛亮。他呢有3个徒弟比较有名，一个是诸葛亮，还有呢庞统，还有一个就是徐庶。卧龙凤雏这个词儿大家都听过，这不是你理解的卧龙凤雏，你看这弹幕上，不是现在这个卧龙凤雏的意思。那卧龙呢指的就是诸葛亮，凤雏呢指的是庞统。那当年刘备从襄阳逃出，那来到了南章县，见了水镜先生，这个司马衡呢就给他说了一句话：卧龙凤雏二者得一，可安天下。好家伙，你看这2位厉不厉害啊？有一个辅佐你就能安天下。那后来呢才有了刘备3顾茅庐请这个诸葛亮出山，然后隆中对就是商量这个3分天下的政治版图。可以说有三国后来的发展，这后来的故事等等等等，这就是起源。水镜先生司马衡，你说厉不厉害？其实说到襄阳的三国元素有很多，最有名的一个去处呢，就是古隆中，那儿呢是诸葛亮的隐居之地啊，也是3顾茅庐的发生地。本来啊，我是计划去那儿，后来为啥来这儿呢？就是我做了个梦啊，
前2天这诸葛亮给我托梦说：“阿星小兄弟啊，我觉得你此趟行程恐有不妥，我掐指一算，你还是先到水镜庄来我为师这儿一拜，而后再择良辰吉日我们再把酒言欢小聚畅谈。”然后我说呢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我怕。开个玩笑啊。不过这水镜庄确实值得一来。每次我一想到这种三国元素、三国题材，我都想到一首歌啊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曲。唱2句吧啊。你也说聊斋，我也说聊斋。怎么唱聊斋上去了？是啥来着？滚滚长江都是水。那低音，对，学2句啊。滚滚长江都是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这么唱使不上劲啊，咱得站起来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掌声！别走！其实我还会唱这个。这一拜，忠肝义胆。本来唱的更好，这天太热了，你看这流的汗水流着影响发挥，要不然我还会唱三国 OST 全集啊。黯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。这是赠送的啊。在南漳县呢，有一句土话叫“不吃饭不吃面，不能不吃猪油饼”啊。这个土话呢是一点都不押韵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猪油饼是南漳的特色美食，大家尝一尝。你看这有2家，做的都挺好的，咱吃这家李氏。猪油饼多少钱一个？7块一个是吧？给我来一个。你看着香不香？这么多芝麻，然后还刷了辣椒酱，看中间这个缝隙里头的猪油，还有葱花，现做现吃。这来一个人呢，比如说我要1个2个，然后直接给你做，很快，3分钟就好了。2层的，最关键的是又薄又脆。哎呀，不得了，惊人的味道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小小的一个饼啊，但是味道层次非常的多。首先是芝麻的香味，然后这个辣椒还蛮辣的，最主要是一揭开，你看里头这葱花，还有猪油，再加上这个薄薄的酥脆的感觉，难以形容啊！全国各地啊这么多的饼，我觉得这个饼啊，你就放到全国。放到全世界，我感觉都能是数1数2，特别能打，因为它已经集合了一个饼好吃几乎所有的条件。其实说到湖北这个地方呢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饼，然后湖北人呢也很爱吃饼，有叫猪油饼的，有叫什么锅盔的啊，还有叫什么炕馍啊、炕饼之类的。好吃。这都不能叫饼了，应该是锅巴和饼的结合。
我现在来到了南漳县的江华厂，这个江华厂呢是3线建设时期的一个老厂，现在没落了，人不是很多。虽然人少了，但是在这个江华厂呢，90年代的时候诞生了一个美食，现在是南漳县的可以说是地标美食，叫做干炒鸡。咱去尝一尝，这周围啊卖干炒鸡的也很多。这会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几个人？ 2个人。啊，随便坐。好嘞。吃饭之前还能免费撸猫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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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还没撸呢，就这么舒服的，这么舒适的，小猫。免费撸了。啥叫爱猫人士是吧？车上随身携带猫粮，喂猫神器啊！咪咪咪咪咪咪。这附近啊，小野猫特别多，你看，咪咪咪咪，先闻闻味儿。哎呀，一下来机灵了，你看。这猫说：“你要聊这，那我可不困了啊。”哎，来都来了。疯狂投喂。这还有啊，咪咪咪咪。咪咪，咪咪咪咪，哎呦，这捅了猫窝了！你看这多少猫？咪咪咪咪，咪咪咪咪，咪咪咪咪，我是好人啊，咪咪。来，给你倒这儿。一般这种老厂区呢，就有很多猫。到这儿它就吃了。咪咪，我今天一来啊，这个猫今天晚上就得开会。我今天有个大个子，免费请大家吃自助餐，这就是猫过年了。我可能啊成为就是这一片猫以后的一个神秘传说啊，说有个大个子来这儿某一天。啊，喂了很多猫粮，到处都是。咪咪，哇，这一锅看着太香了，干炒鸡，这真是一个套餐啊！上面是吃饭，底下还有娱乐项目，可以逗小猫。吃个干炒鸡配2个素菜，这个豆芽呢一会儿放在里面很好吃。然后它这个是可以加菜的，本身就是鸡。你看我加了一个豆皮儿，还有魔芋，哇，这个香味儿扑鼻而来。啥叫干炒鸡呢？首先得干啊，干就是这里头啊没有加一点水，就这么干炒的。然后炒呢，就是你得自己炒，这才叫干炒鸡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赶紧给它翻一翻。整只鸡，然后切碎的，花椒、辣椒非常的香。这个中间呢，必须要拨出来一个窝窝，因为这个火最热的地方在这儿的，不然就糊底了。你看这些油，太香了。让它先在这煸着啊，看这个麻辣鲜香，我得配个饮料。啊，
先尝尝这个豆皮儿，我看这个豆皮儿都入味了。再来点魔芋，不过这个魔芋是越炖越好吃。这一筷子下去啊，油香油香的，滴着油。花椒味很浓，然后就是鸡肉、鸡油的香味儿，最后呢就是辣椒味儿。好吃。哇，这种干炒出来的鸡啊，确实要比那种什么铁锅炖啊加了水的要更浓。哇，这个魔芋啊太好吃了。本身这个魔芋就很吸味儿，然后口感呢是很脆的那种。这个魔芋啊是我吃过的魔芋这个食材啊，可以说是最好吃的之一。农家乐的环境，一个小铁锅，底下蜂窝煤的炉子，这感觉很棒啊。为了让这个鸡肉很入味呢，你看全是这种碎的小小的，一块一块的，哇，全都是鸡拐。你看我最爱吃的就是这种鸡拐，先吃浸了油的，你看这滴着油多香，感觉这个皮啊都是焦焦酥酥的。从锅底拿起来这个鸡肉啊，底下都有点糊糊的感觉。这个皮是酥的，这个菜真是既下饭又下酒。要吃这个干炒鸡啊，很多人就会说，旁边有个城市叫宜城，宜城有个美食啊叫炸子鸡。我刚问一下老板，这两个其实不一样的，人家这个就是干炒鸡，而且呢，这个味道有点接近就是川渝地区的这种辣子鸡，油香四溢啊。中间再给它搞个窝，哎呀，干煸入味儿。我还是想说一下，这个魔芋是真不错，特别的好吃。有一块魔芋啊，在这个底儿上，干干的糊了那种感觉，炸出来的。哇，有点焦香，吃一会儿呢还能下点这个豆芽进去，干锅脆豆芽。鸡油呢有点腻，加了豆芽呢刚好一中和，而且豆芽很吸味儿。慢慢的在这干煸，再来一点。我现在发现这个菜的精髓啊，就是一定要炕，一定要炸，最后成这个样子，干干酥酥的。哇！